The Chinese have introduced a new visa category, the K visa. What's a K visa? You could call it China's H-1B. Pack your bags and we'll give you ample opportunities. 欧美严打移民后，印度人盯上中国签证。前不久，美国收紧了 H-1B 工作签证后，印度知名主持人贾抗姐突然间向广大印度观众介绍起了中国的 K 签证。她说：“你可以将 K 签视作中国的 H-1B， 它的目的是吸引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赴华创业。它允许持有人多次免签入境，参加商业科技活动，且申请人不需要中国雇主或者实体担保。”最后，贾抗姐总结道：“北京界推出 K 签，告诉全球年轻人，赶快收拾行李来中国吧，我们给你足够的机会。”话是这么说，意思也这么个意思，但是这话从一个印度主持人嘴里说出来，总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以至于不少网友怀疑贾抗姐是不是在暗示那些无法去欧美的印度年轻人赶紧抓住去中国的机会。众所周知，近几年印度移民在全球的形象不大好，包括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内的多个发达国家相继收紧了对印度人的签证，其中加拿大人动作最大，他们首先取消了对印度留学生的快速审批通道，又削减了 40% 的签证数量，且规定从今往后，印度人和印度学生想要来加拿大，必须先缴纳2万加元的保证金，将对印度低收入群体的嫌弃写在了脸上。英国人嘴上不针对印度移民，实施的政策却渐渐针对，比如禁止家长陪读。试问全球哪个国家的留学生最喜欢拖家带口？毫无疑问是印度。经常发生申请时是1个人，毕业时是3个人，工作后7大姑8大姨全来了的故事。印度留学生通过陪读计划、团聚计划等漏洞，不断地把国内的亲戚接来。英国人苦笑着说，每一张印度签证的背后至少藏着20个印度人。加拿大和英国收紧签证后，印度人又将目光投向了澳大利亚。相比于2022年、2024年，入境澳大利亚的印度留学生增加了 80%， 创下了 13.9万人的记录。虽然现在印度移民还未对澳洲社会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鉴于加拿大的前车之鉴，澳洲人已经开始提前防范，纷纷要求政府限制印度人的入境。澳洲内政事务部回应称，将严格审查留学生的背景，严厉打击有移民倾向的学生，手段更为强硬的还有美国人。前几天，他们推出价值10万美元的 H-1B 签证后，引发了印度侨民抢票潮。印度国内只要能飞到美国的航班都遭到哄抢。美国网友则发起了阻塞厕所计划，查找所有印度飞到美国的航班，然后买光机票，防止印度人回来。虽然印度人在多数发达国家都不受欢迎，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发达国家拒绝的不是所有印度人，而是穷的印度人。对于有钱有技能的印度人，他们还是打开大门欢迎的，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就拿我们新推出的 K 签证为例， K 签证希望招揽的是具有才华的外国年轻人来中国创业、工作，而印度恰恰有着全球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和发达的精英教育。他们中有些人非常符合 K 签证的条件，受自媒体短视频的影响。现在我们一提到印度，本能就会想起脏乱差，干了这杯恒河水，来世还做印度人的段子令人心里发毛。其实印度幅员辽阔，国情复杂，贫困固然是其一面，但印度还拥有约2亿的中产阶级，他们生活在班加罗尔、孟买、新德里的富人区，享受着不输西方的现代化生活。比如印度理工学院培养的学生全是万里挑一的精英，毕业后他们 80% 的人选择出国谋生，剩下的人留在印度国内服务跨国企业。此外，这批精英人才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其国际化程度高，非常适合帮助国内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否则，硅谷也不会有那么大一批高管全部都是印度人了。我们的 K 签证要吸引的就是这类印度人才，像新加坡一样，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社会保障，鼓励投资甚至就业，而不是加拿大这种伪造材料、躺着吃福利、破坏当地环境的低端印度人。而且泰国向所有印度人开放旅游免签的下场可以用来参考。泰国同我们一样是发展中国家，福利、工作收入比不上发达国家，但是也比印度国内强多了。所以旅游签证一开，印度人纷纷打着旅游的名义涌入泰国。这些印度游客也不消费，累了就睡大街上，渴了就喝自来水，饿了就简单的对付2口，然后四处找打黑工的机会，找不到的便在当地小偷小摸，搞得泰国人怨声载道，要求政府立刻停止对印免签。因此，我们的 K 签证应该明确方向，借鉴欧美选优汰劣的政策，
精准吸引国际精英人才，而非重蹈泰国盲目开放、反受其乱的覆辙。唯有高质量的外来人才才是生产力，否则就是来吃福利的。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们一起从印度移民问题视角来分析中国 K 签证。从这个视角说，也是因为上期视频评论区有朋友告诉微笑，说大陆在10月1号开始的 K 签证门槛之低，这给了很多的南方国家的年轻人钻漏洞待在大陆，尤其是印度人已经盯着，准备大批涌入。这政策影响之大，或许会影响中华民族的人口结构。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一旦形成了趋势，也许中华文化的传承将会中断，中华文明将会守不住，五胡乱华的历史将会重演。那么微笑主打一个听劝，其实印度这些年一直在下一盘大棋，那就是用另一种方式悄悄占领美国。对美国有意见不敢提，那就一点点改写美国的基因。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印度的人口规模将达到18亿。印度的人口已经不是数量多这么简单了，而是数量与素质、资源不匹配的系统性危机。每年净增人口规模相当于一座大城市，耕地却以1%的速度流失，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资源承载力早已触达极限。在城市孟买、新德里的棚屋连绵不绝，缺乏下水道系统的社区在夏季弥漫着腐臭味。在农村，恒河流域的水资源枯竭与农业减产正将更多农民推向失业边缘。更致命的是劳动力质量陷阱。莫迪政府高喊世界工厂目标，却面对90%工人看不懂安全规程的现实。现代制造业需要的高素质工程师与熟练技工在印度严重短缺，大量劳动力仍停留在体力搬运阶段，而种姓制度与性别歧视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高种姓垄断优质教育资源，低种姓孩子被排斥在校门外。农村女孩多在14、15岁被迫嫁人，终身困于家务劳动。25%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让人口红利失去了价值，就业市场的缺口更像一颗定时炸弹。印度每年需创造1200万个岗位，现实却只能提供400万个。800万新增年轻人沦为社会闲散人员，当内部无法消化人口压力，向外输出变成了最直接的战略选择。印度的对外人口输出并非无序流动，而是基于技能分层的精准布局。以加拿大为代表的是填补劳动力缺口的生存型移民，面向美国的是抢占产业高地的科技人才型渗透。两种路径虽目标不同，却共同指向改写接收国社会结构的终极结果。加拿大成为印度低端输出的最大试验场，根源在于其自身的老龄化危机，每8人中就有1人即将退休。劳动力缺口迫使其在2022年放宽移民政策，但加拿大没料到，印度润学产业链已形成成熟体系，从留学中介到假录取通知书贩卖，一场全民参与的移民潮迅速席卷全国。2023年，近200万印度人涌入这个仅4000万人口的国家，相当于凭空投下一座1线城市的人口规模。这场冲击很快显现在社会机理中，便利店、网约车、校园里，印度面孔成为日常。50人的班级中47个是印度学生，成为常态。这只是文化冲突的表象，更深层的矛盾在于生活习惯的碰撞。海滩沦为露天厕所，公园加油站成为随地方便的场所。咖喱味从社区蔓延至学校，打破了加拿大长期的文化平衡。经济层面的反思更直接。印度留学生每年为加拿大贡献210亿加元收入，却有大量人为了凑齐费用被迫打黑工，工资被压至本地最低时薪的1半。低端劳动力市场迅速内卷，本地年轻人抢不到工作的抱怨成为社会焦虑的缩影。而印度人的抱团进一步加剧矛盾，一个印度人进入公司3个月内，部门可能变成老乡会。咖啡店换印度店长后，员工彻底换血，服务与卫生急转直下。加拿大试图限制印度移民比例，魁北克省提议25%上限，却被批种族歧视。收紧家庭团聚签证又遭反人道指责。移民政策一旦放开，便陷入收不回的困境。如果说加拿大的渗透是数量冲击，美国的则是质量夺权。印度用半个世纪构建的管理人才工业体系，精准对接了美国资本的需求，从技术岗到董事会完成了3级进阶。这场渗透的起点是印度对管理学工业化的刻意布局。上世纪60年代，印度在美式教育框架下建立加尔各答艾哈迈德巴德管理学院，直接嫁接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课程体系，用流水线模式批量生产懂英语、熟美式管理的复合人才。
这种教育模式的定向适配性极强，印度学生无论主修理工还是人文，多将 MBA 视为第二基因。当中国学生钻研技术时，印度青年已把市场营销、组织行为学当作职场圣经。但这套体系在印度本土水土不服，教材无法解决种姓矛盾，也无法让工人统一语言。于是培养出的精英带着美式管理思维叩开硅谷大门。美国企业很快发现，印度裔工程师成本仅为本土人才的一半，且兼具技术加管理能力。H-1B 签证随即从人才引进变成低成本人才收割通道。20年间，印度裔移民从100万级跃升至数百万，彻底改写硅谷人才结构。在此基础上，印度裔完成了职场夺权的3级跳。首先是技术岗卡位，凭借语言与基础优势占据硅谷技术岗，形成同乡引荐网络。调查显示，硅谷印度裔高管的下属中同族裔占比超 60%。只要有第一个印度裔主管上位，那么这个部门很快就会被印度人渗透。白人员工反而觉得自己更像外国人，印度裔员工却混得顺风顺水。外人想在被印度人渗透的公司升职，那比登天还难。时间一长，硅谷的人事结构、技术语境乃至权力分布都染上了浓重的印度底色。然后就是管理层夺权。从微软的纳德拉、谷歌的皮查伊到百事可乐前 CEO 英德拉努伊，财富500强中60余位印度裔 CEO 的崛起，本质是印度管理体系对欧美企业规则的反向定制，最后是规则重构，被渗透企业的晋升标准悄然变化，协调多族裔团队的印度模式取代技术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印度人同样把种姓制度带到了美国。加州曾起诉思科公司，指控其印度裔高管系统性歧视低种姓员工，禁止低种姓工程师修改代码，会议上刻意无视低种姓员工的发言，晋升机会基本没有。低种姓印度员工抱怨，没想到来了美国还是逃不掉种姓制度的命运，文化与政治层面的渗透更深远。德州的教堂因信徒流失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千万美元级印度教寺庙。印度家庭每年3万美元的教育军备竞赛，拉高学区平均分，让习惯快乐教育的美国本地家庭憋得喘不过气。2024年美国大选中，印度裔以政治行动委员会筹款超1500万美元，直接推动5名议员连任。他们的影响力已开始渗透到摇摆州的选票版图，民主党、共和党都不得不在竞选纲领里加入针对印度裔社区的定制承诺，从学前教育政策到文化节日合法化，甚至包括增加对印度的军事合作预算。他们的声音在地方事务中越来越难被忽视。共和党参议员提议将 H-1B 签证薪资门槛提至13万美元，却在印度裔游说团与科技巨头的联合抵制下扼杀在摇篮里。资本与移民势力的合谋已开始侵蚀美国的政策主权。印度的全球渗透看似是人口压力的成功转移，虽然暴露了其国家治理的深层短板，但不得不警惕，加拿大可能在未来被贴上印度北部的标签。如果美国再不采取措施，说不定印度人真的可以改变美国政治决策的走向。既然印度移民问题如此严峻的情况下，那么我国这个时候还推出 K 签证，难道庙堂之上的人不清楚吗？显然不可能的。我们深度分析一下 K 字签证政策将于10月1日起实行。网络上马上涌现出一些担忧之声，核心论点无外乎怕抢了中国人的饭碗和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这些声音将 K 字签证与一些西方国家面临的移民困境相提并论，认为外来者的涌入会挤占本国公民的就业空间，加剧社会矛盾。这种忧虑可以理解，但将之套用在目标精准、门槛极高的 K 字签证上，无异于将航天工程师的引进等同于普通劳动力的输入，是一种完全杞人忧天式的误判。这 K 字签证的推行非但不会挤压国内就业市场，反而是在为中国的未来经济科技发展架桥铺路，其本质是引智而非引攻，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催化剂，而不是为存量竞争增添对手。这里先辟个谣，这 K 字签证不是网上说的大学毕业就行。根据官方文件，这 K 字签证清晰地指向入境的外国青年科技人才，具体为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 STEM 从境内外知名高校或科研机构获得学士级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这本身就划定了一个极高的门槛。国内就业市场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呢？是每年数百万毕业生涌入的常规性、通用性岗位，而 K 字签证瞄准的恰恰是这些常规赛道之外的我们当前紧缺的高精尖领域。无论是前沿半导体技术、生物制药的研发，还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
我们在这些领域的人才储备与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宏伟目标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小差距。换言之， K 字签证持有者不是来和国内毕业生抢工作的，而是作为鲶鱼和引擎来激活一个新的领域，创造一片新的产业蓝海。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引入标准更高的 R 签，这种双轨并行的制度设计，揭示了中国正在构建一个更为复杂和全面的多层次人才吸引体系。一方面，通过 R 签继续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能够带来即时竞争优势的顶尖人才；另一方面，通过 K 签大规模的吸引和培养下一代的创新者，为国家的长远科技发展构建坚实的人才储备。这种策略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的人才观从单纯的引进扩展到了培育和融合。吸引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与吸引100名优秀的 STEM 博士毕业生，其战略目标截然不同。前者带来的是声望、专业知识和方向引领，后者则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可供中国未来数十年发展的创新人才基础。这并非政策替代，而是在人才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进行的长远布局，以期实现短期突破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但有些朋友将 K 签与部分西方国家笼统的移民政策混为一谈，是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区别。K 字签证是一个由国家主导、严格筛选的精英引进计划。申请人的学历背景、专业领域、毕业院校等都经过严谨的审核，这确保了引进的人才质量，从源头上杜绝了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的低素质移民。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高 K 签的出台是在全球人才战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主动出击的战略性举措。当一些西方国家因种种原因收紧人才政策，提高 H1B 等工作签证的门槛时，中国适时地推出更为灵活、更具吸引力的 K 签，这无疑展现了中国在全球人才版图上重新定位自己的雄心与智慧，选择在2025年10月1日国庆节这一天让政策生效，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行政意义。它向世界宣告，中国正以开放自信的姿态欢迎全球英才共同参与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中。这不仅是一项出入境管理条例的修订，更是一次关乎国家未来的战略宣言。历史反复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对全球智力资源的吸纳与融合，封闭和保守只会导致停滞，唯有开放与交流才能激发持久的创新活力。总而言之，对 K 签的担忧源于未能将其置于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与全球竞争的时代背景中去考量。这项政策并非简单片面的开门迎客，而是一次目标明确、标准严苛、服务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引才行动方案。它所引进的是我们当前创新生态中缺失的关键环节，它所要创造的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岗位，它所防范的正是通过高门槛筛选确保人才质量，避免重蹈他国覆辙。为何不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自信的姿态来看待 K 字签证呢？它不仅不会抢走中国人的饭碗，反而会帮助我们创造一个更大、更丰盛的饭碗。在一个日益开放的中国，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本土培养的优秀人才，更需要一个能够汇聚全球智慧的平台。K 字签证正是搭建这个平台的重要基石，它将为中国经济这艘巨轮的破浪前行增添一股强劲而持久的科技动力。最后，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